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来给你烫干的。谁叫你烫啊？那么多是干嘛？是我的室友不小心把咖啡倒到你衣服上的。本来我要去洗的，可以晾干的，但是没想到邻居的衣服在滴水，正好你们要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帮你们烫干。刚才接你们电话的时候，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所以现在你怪我做错事还那么多借口。你妈，我看燕先生也不是故意的。要不我赔你条新的。你要怎么赔啊？我的内裤世界上只有这一件啊！事情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你要我怎么样？你算了，反正你也丢掉了他的洋娃娃，你们两个就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洋娃娃？我的娃娃呢？丢啦！你没听到啊？你干嘛丢我洋娃娃？套你那句话啊，不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你要我怎么样？你一个大男人喜欢玩洋娃娃，不是幼稚就是变态。我幼稚，我变态。你那么紧张一条内裤，又代表你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？这条内裤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的。一条内裤值多少钱呢？我的娃娃是限量版的，我等了大半年才买到的，不可以用钱来衡量的。我的内裤也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啦。我跟这只变态怪鸟没有话好说啊。什么变态怪鸟？我说你啊，你名字不是叫燕飞鹏吗？不是跟鸟有关吗？人变态，名字都变态过人。够了！什么变态怪鸟？请你不要人身攻击好不好？变态怪鸟，变态怪鸟，变态怪鸟，变态怪鸟。你要怎样？刘轩的头没了，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怎么会是姐姐留给你唯一的东西呢？她还留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啊！生日快乐！谢啦。祝你又老了1岁。是啦是啦，知道你比我小啦。知道就好。你们两个啊都不比我小，我比姐姐迟出去10分钟，所以我最小。是啦是啦，你最小啦。喂，我花了半个小时才弄的头发，都给你们弄坏了。我们是故意的。你们呢就知道你要起来欺负我，因为你好欺负啊。有时候我怀疑你们两个才是双胞胎啊。哎，猜礼物时间啊，先猜小的。看你送我什么东西。哇，钱包啊！我看你的钱包有点旧了，所以就买了一个新的给你。怎么样，喜不喜欢？我爱死了，谢谢你啊！你的心思真的很细腻，一点都不像某人。喂，你都还没有看我的礼物，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啦。你先看了再说嘛。哎呀，哇喂，整间店都是这个东西啊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喂，你看清楚嘞，看清楚。哦，什么啊？很特别的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特别？是不是都超出你们的意料之外？咦，姐，你为什么把我们的照片印在这种东西上？干嘛送我这个啊？什么内裤吗？难道你不穿内裤的？哎，我看，还说不恶心？你看，Forever Friends 有什么恶心的啊？我觉得 Forever Friends 很好啊，这就证明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、好姐妹。哪次我都不会穿的。人家一番心意哎，你一点都不领情啊！哎，算了，我早就知道有人是不敢穿的。谁说我不敢穿啊？好啊，你敢穿的话，你明天球赛上穿给我看啊！穿就穿，他怕你啊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可没有拿枪逼你啊。如果他不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不穿的话，我就是乌龟王八，我告诉你。真的啊？
小姐，你掉进马桶啊？你进去很久了哎。要好了啦，好了啦。如果艳芳不想穿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不会的，艳芳这个人呢，说到做到的。况且她也不想人家叫她乌龟王八嘛，哦。好了啦。真的没？害羞，害羞，害羞。OK， 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好啦，我们赶快出去吧，人家在等我们比赛啦。我们每次跟他们交手都输哎。只要我们有信心呢，一定能够打败他们的。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会拿冠军。来，1、2、3，说的没错，这份礼物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。这是刘轩出事前最后一次为我庆祝生日，最后一份送我的礼物。有实力又怎么样？我们有实力还不是一样输了5次。这一次呢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赢吗？因为我啊，你，那我送了你那条幸运内裤之后啊，你一穿上它，我们就赢球啦。哇，你真的是不会不好意思嘞，把功劳全部抢走，还有幸运内裤。怎么，你不相信啊？那内裤上面呢，是不是印有我们3个人的合照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就证明我的运气，再加上你的运气，再加上我妹妹的运气啊，全都聚集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！3件合并，唯我独尊。你说我们要输球是不是很难？对啊，有我们3个人联手，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哦。是啦是啦，因为你的幸运内裤，所以我们才会赢。那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番好意呢，以后不管有什么比赛，我都会穿着那条内裤去参加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，不过你不只要穿那条内裤呢，打倒所有的对手。你还要穿着它打掉所有的障碍，打进国家队。打进国家队，来，一起打进国家队！走啦。其实你应该知道。幸运内裤也是姐姐随口说的。我当然知道，由始至终这只是一个玩笑。不过每次我一穿上幸运内裤去比赛，我就感觉到刘轩他在看着我，看着我打球，看着我赢的比赛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姐姐都会一直守护着我们，因为我们3个永远都是好朋友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话，我看我们3个人早就已经打进国家队了。我想，刘轩倒下去的那一刻，心里一定很不甘心。我就因为知道姐姐不甘心，所以到现在我还一直坚持打排球。其实姐姐一直都活在我的心里，跟我一起努力，跟我一起面对困难，跟我一起爬上顶峰。对。我们要一起爬上顶峰，不管有没有幸运内裤，我也要完成刘轩的心愿。
一起打进国家队。来，走。咦，新手表哦，以前都没看你戴过的。我叫我家那个买的，几千块啊，他竟然心疼了1个礼拜了。哇，你老公好疼你哦。还算不错啦。哎，这条链如果配上这件衣服是不错的，只不过我嫌它短了一点，能不能改长啊？没问题，就改长吧。啊，好啊。好，我先帮你量身。不用了吧？我们都是老顾客了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尺寸的嘛。尺寸会变的嘛。我看你最近好像瘦了点呢。来，会吗？量量看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，你的腰围已经少了1寸啦。真的啊？我最近没有借口，我还以为我会胖了呢。不会啦，你在我们这做了这么多年的衣服，身材呢一直来都保持这么好。我还想问你啊，你是怎么保持的？也没什么啦，只是平时多做运动，一天至少喝8杯水。哇，好帅哎！怎么样？尺寸还可以吧？还好啦，就是裤子稍微窄了一点。哎，老板娘，有没有大一点的裤子？怎么会窄呢？你平时都是穿这个尺寸的嘛。来，让我看一看，让我看一看啊，你看你肚腩这么大，难怪会窄了。平时叫你做运动就不做，肚腩这么大，看你怎么登台呀？我去拿一件大1号的给你试试，你在这里等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老板娘。跟你出门啊，真丢脸，挺这个大肚子跟昂哥一样，人家不知道，还以为你是我老爸呢。那不是很好吗？这证明你保养的成功吗？年年18岁，那18岁的姑娘试试看这个吧。好啊，我就试穿这个，不过不是给你看的，是给18岁的小弟弟看。哎，弄了半天，终于都解决了。哎，回去开店了。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事要做。啊，有什么事啊？我们该买的东西都买了，衣服也订做好了。哎呀，我约了南希一起去SPA，行不行啊？怎么没有听你讲过的？是不是我现在做什么要得到你的批准才可以做啊？不是啦。没有就好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，啰嗦。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我说是，快抓住他！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你这个混蛋，大白天的敢抢劫！手表给我，我要当次抓过来，还敢动刀子！来，来呀！走，带你进警察局。不用，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像这样的混蛋，一定要绳之以法的。给我回来！给我站住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追了，让他走吧。这个混蛋，我要把他捉住！你别拦着我！怎么了？你看，我手表都拿回来了，我没什么损失啊。你去拍。哎呀，坏了。没关系了，我可以去修了。你嘴边有榴莲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喜欢不喜欢吃榴莲啊？还可以吧。那好，我请你吃榴莲，就当做是谢谢你帮了我这次大忙。不用了。要的要的，你看，为了我，你都把球拍弄坏了，我一定要请你吃榴莲。走。哎，哎呀，我最喜欢这一磅的榴莲，它的 D24，一级棒。你吃这个，这个是 D196，它的口味又干又苦。没想到你还懂得真多啊！你看我是不是不像新加坡人啊？其实呢，我13岁就来新加坡了，现在是新加坡公民，只是我的口音一直没有变。
这就难怪了。我遇到很多中国人啊，他们都很怕榴莲，他们觉得榴莲很臭，只有你啊吃得津津有味的。其实我的习惯都已经被同化了。是吗？嗯，对，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？羽球教练。我是国家队的全职球员。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其实也没什么了，只是一份工作。只不过我会比较幸运，可以把我喜欢的事情当做我的工作。这么小就离乡背井，你不想家吗？其实我觉得从小能够来新加坡生活，也是很不错的，是一份锻炼。我父母亲不在身边，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其实我会经常给我妈打电话的，然后每年会至少会1、2次吧。只是觉得做儿女的没有在身边，会觉得很过意不去。要是我家那2个能够像你这么有孝心啊，我这个做老妈就感到欣慰了。你放心了，等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会孝顺你的。都20几了，还不够大？20几岁了？怎么看不出是吗？保养的好嘛。跟你说了这么多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我小冯好了。你可以叫我伊丽莎本。伊丽莎本。你叫我伊丽莎白女皇。女皇啊，好，见过伊丽莎白女皇。不能再吃了。什么？够了这么快？榴莲很多热量的，我怕吃多了会。没想到一个大男人也会怕胖哦。我们做运动员的一定不能胖的，要是胖了的话，打球会很糟糕的。那好，下一次我们再约好一起来吃榴莲。不过说好了，这次由我请客，不要跟我争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带不够钱来，这一次你能不能先帮我还？下次我再还你。没问题。那谢谢你啦。女王殿下，您去洗香水浴了？你闻看还有没有榴莲味？还榴莲味呢，这个地方方圆百里啊，都是你的香水味。是吗？没有就好。你这么害怕你家人知道你吃榴莲，是他们特别不喜欢你吃榴莲吗？不是他们不喜欢我吃，而是不准我吃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很难跟你解释啊。总之啊，今天我跑出来吃榴莲这件事啊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。好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练球了。那好，下一次我吃榴莲想找个伴，我就打电话给你。好。哎，来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昨天我经过牙龙的时候，好像看到你妈。我妈？我妈怎么会去牙龙啊？你有没有看错啊？虽然我只看到她背影，应该不会认错吧？不过她好像跟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起。痛啊！弟弟怎么啦？你爹爹啊，以为自己体力很好，学人家搬重的东西，结果闪到腰了，真是活该。我体力不好呢，我只是一时不小心罢了。算了，老了就应该承认。你看人家 Nancy 的老公啊，人家身材保养得多好，明明是50多岁，看起来像40多岁。有运动就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他的肚子还6块肌，哪像你的一团肥肉。其实啊，要拥有像老爸这样的肚子呢，不简单的啊，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囤积呢，才会形成的。是咯。是你的头啊！怪只怪我当初把话说满了，说什么非要高大威猛、有钱有势的才嫁，结果选了一个呢，没样貌、没身材、没地位、没品味又没钱的。哎，我有这样差吗？对啊，再怎么说，磊弟以前也是情歌王子嘞。对喽，当初我笨喽，就是被他唱的情歌骗得团团转，才嫁给他的。哎，你现在也没有变聪明啊，你还是心甘情愿听老爸唱情歌唱20多年啊。啊，算了，不跟你说，说不过你。哎，对了，
刚才我听面包叔说，他昨天下午在牙龙看到你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啊？他还说啊，你跟一个年轻的帅哥在一起啊，哎，而且没有肥肉的哦。你惨了你。喂，你昨天不是说跟 Nancy 去做 SPA 吗？对呀对呀，昨天我跟 Nancy 去 SPA，所以怎么可能在牙龙出现呢？哦，是咯是咯，一定是面包叔看错了。可能是看错也说不定。而且他说他只是看到那个女人的背影而已。哎呀，每个女人的背影大同小异的嘛，肯定是认错人了。而且那个面包叔有老花眼的。我还以为啊，英女皇你芳心寂寞，所以就找个年轻的太子来填补空虚啊。要死啊！欠揍啊！敢跟妈咪这样说话？开玩笑而已吗？笑笑就算了。你千万不要拿这种事来开玩笑，会死人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不说了。我等一下还要跟陆峰去健身房。哎，受伤了还去健身房？不要去了。不行，我的比赛快到了，要加紧练习才行啊。而且只是小伤而已嘛，没有什么大碍的。你看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我先走啦，我走啦，弟弟。喂，行了行了，他会有分寸的。那你呢？你有分寸吗？哦，你的衣服收好啊，还有你妈的也帮她一起收。哦。外公，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话要跟你说啊。哦。你有话跟我说啊？啊？没有啊。你应该是有话要跟我说吧？那你到底要我跟你说什么？算了，没有什么。外公，是米打来的，你要不要听？我才不听啊！那你让我听啊。你也不准听。外公，你让我听了，说不定米还有重要的事找我呢。外公。那。怎么这么久才听电话啊？哦，我刚才上厕所咯。哎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是不是住在 Helen 的家 Helen 出国了，我现在呢暂时住在谁的家？啊，谁呀？那不是很不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现在最不方便是我没有衣服可以换呐。那我等一下就收拾几件衣服拿过去给你，拜拜。事情。啊，外公，你吓死人了！你要去哪里啊？你妈叫你拿衣服给她是吗？这个拿给她。我去机场了，回来再找你。拜。拜。哎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哎，我那天匆匆忙跑出来，什么都没带啊！难道你现在我光着身体在你面前晃来又晃去吗？其实，就算你不住 Helen 的家，那你也可以去住酒店的啊。酒店要花钱的，我又不是没有朋友可以投靠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不方便吗？再说人言可畏啊。哎，你以为我是阮玲玉啊？因为人家的几季闲言闲语就跑去自杀？哎，倒是你要小心哦！我发现到你的语气啊，越来越像你外公。我看你是中你外公的毒中得太深了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搬出来住，免得被你外公残害。哈，那你有一个迷劝自己的女儿离家出走的，要是给外公听到，你们又要吵起来了。吵不是吵了，反正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你们两人啊，可不可以一人让一步，不要整天一直吵吵闹闹的？不能，这是我跟你外公的相处方式啊。哎，这戏嘛你也看了很多遍啦，难道还不习惯吗那跟着剧情的发展，接下来你是不是应该回家？No。哎，你记得啊？本来想打电话给你叫你带来的，想不到你还真细心啊。细心的人不是我，是外公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外公很疼你的。我知道啊，不过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你偶尔要跟他吵吵架，他才会知道自己有多在乎你啊。哎，这就是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啊。是啦是啦，说不过你。待会儿呢陪我去逛街，然后我们去吃饭。
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换衣服。哎，其实呢，逛完街、吃完饭之后，接下来的活动啊，就由你决定吧。那回家也可以咯。回就回喽。你想发泄啊？发泄什么？你以为我还在为那件幸运内裤的事不开心啊？放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那你为什么调快速度啊？挑战自己喽！我一个星期不能够下球场比赛，唯有靠这些器材来加强自己的体能。我一定要保持最佳的状态上球场比赛。其实要锻炼身体，去公园还是体育场也可以啊，不一定要来这里的。你放心啦，这个月会员有优待，可以免费带个朋友来体验的。免费的？当然啦，这你可以放心吧。喂，帅哥嘞，怎么样？不符合你交男朋友的标准啊？对吼，我忘记，做你男朋友不只要家境好、身材好、样貌好，还要温柔体贴、多才多艺、能文能武。选男朋友当然选最好的啊。小姐啊，现在你要的这个男朋友不是白马王子啊，在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容易遇到的？是啊，就算遇上了，他身边早就已经有一个公主喽。啊，你真的遇到白马王子啦？没有啦，我随便说说的。要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一个白马王子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你抢的。你真的以为我会跟你抢啊？跟你开玩笑的啦。不过说真的啊，如果有一天我和你同时喜欢上一个男人，你会怎么样？当然是让你咯。那在我心目中，友情永远比爱情重要。怎么样？感动？想哭吧？喂，你白马王子来了。不要玩啦！在看什么啊？啊，看戒指啊！有人迫不及待想嫁了。不要乱说啦，男朋友都没有，嫁给谁啊？你的白马王子喽！喂，你在看这些戒指的时候，是不是幻想着你的白马王子拿着戒指来跟你求婚啊？不是，还说不是？那，美女小姐，我现在再来访问你一下，要是你的白马王子拿着戒指来跟你求婚，你会不会答应嫁给他？不要再玩啦，生气啦？是啊，快气爆了。那我得想个办法来替你消消气。你又想搞什么？在茫茫人海中能够跟你相遇，这是一种缘分。你能不能够答应我的求婚，跟我白头偕老？不，是百年好合。虽然一张证书并不代表什么，可是它确确实实告诉我，你就在我身边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I love you。有问题吗？
人家都已经走远了，你还盯着他看？我觉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女生啊。不是吧？你真的搞同性恋的、啊？喂，你刚才差点答应嫁给我，那么配合，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嫁喽！走了一整天啊，腿酸死了啊！外公，怎么这么迟啊？切，才9点而已，算是早喽。我没有跟你说话。外公啊，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我们会迟一点回来吗？那个时候你也没有说什么啊。那是我的错了。你每次都是先斩后奏，你叫我怎么说啊？人家世行党会通知你呢，是尊敬你。换成是别人的话，才懒得理你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在跟你说话。世行啊，他现在是不是在跟我说话？你好啦，明义外公，你们一人少说一句好不好？干嘛整天闹别扭的？外公，你看，你知道你最喜欢红帽桥那一档的炒粿条，所以啊，我们刚才特地绕到那里去买的哦。管你什么桥，我都吃不下，我吃饱了。不吃算了，丢掉。哼，哎，丢什么丢啊？浪费食物，放着。那你是吃喽？你管我啊？放着。你哎啊，好，老兵，算了。年纪这么大了，口不对心的毛病还是改不了。有一天呢，我真的一去不返的话，看那怎么办？你们不要整天生怄气好不好？明明就是关心彼此。Stop 啦，不要浪费你的口水了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这就是我跟你外公的沟通方式啊。哎，待会他要吃的时候，把它弄烧哦。在等人呢。哦，你还没有回去吗？我还要参加社团活动，没那么快回去。哦，你等的人还没来吗？反正啊，平时都是他等我，偶尔应该让我等他的。你们2个感情真好。当然啦，我每天一起身就会见到对方，感情当然好啊。一起身就见到对方？难道你们住在一起？我们住在一起很久了，我本来要搬出来宿舍的，不过他怎么样都不让我搬出来，说什么啊，担心我会认识到其他男生。其实啊，你可以找个机会跟他说说看。有时候啊，2个人住在一起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的。你也是这么认为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课程表他比我还要清楚。只要我想逗留在学校久一点，我还得向他报告的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真的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啊？就算是亲人，也没有这种权利。哎，你的反应会不会太过激动啦？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没有问题啊。是你自己说没有私人空间的。那是我发发牢骚而已。其实他是很关心我、很爱我，才会这么紧张的。看来他对你真的很重要哦。嗯，在我生命里，他是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人。如果没有他，今天的我就不会在这里。对不起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哈？外公，外公，你刚才对诗行做了什么啊？我没有啊，外公，我没有啊你放手，你吓死人啦！他对你不规矩，我要教训他。哎呀，没有，外公，但是我跌倒，他好心扶我起来而已。这么简单啊？真的吗？外公，你放手啊！放手！外公啊！外公，他真的是你外公啊？你刚才在等的人就是他？是啊。你对我的孙女是不是有不良的企图？哎呀，外公，你说到哪里去？我跟国荣只是同学而已。我警告你啊，你最好离诗行远一点，不要打他的主意。如果你再敢碰他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诗行，走了。对不起啊。Yes。
妈，我来帮你。其实你都不用这么辛苦的啊。我在杂志社接了一些工作，加上我现在又有做兼职，家里的费用我还负担得起。你别傻啦，我只不过是串串珠子，又怎么会辛苦呢？还好啊，我还有一双手，要不然我自己真以为自己是一个废人呢。妈，你不要这么说啦。不说就不说，不过也真难为你了，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。不会啦，怎么会难为我？我知道你孝顺，不过如果你姐姐没死，就可以帮你大哥，你大哥也不会把装修生意搞垮，变得今天这么堕落了。妈，你今天是不是有货要送啊？是啊，我等一下练完球之后帮你送过去。你又要去练球啊？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意外的事情是很难说的。姐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？只要是他想做的事，谁也阻止不了的。我现在一直继续在打球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打进国家队，帮姐姐完成她的心愿。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！啊。嗨，哎，是你啊！没想到这么巧，在这里碰到你啊！鞋子还舒服吧？啊，嗯。哎，没关系啦，我自己剪行了，不用麻烦你，你给我。没事没事。谢谢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来，起来。哎呀，还好吧？走吧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每次遇到你都需要你帮忙，这次还害你弄到一身脏兮兮的。没关系啊，举手之劳。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更衣室冲个热水澡吧，把脏衣服换掉，不然着凉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叫我回家睡觉，他真的以为自己是排球天才。对啦，接不到球一定要躲的嘛。他真的是越来越嚣张了。我们有机会一定要戳出他的锐气。哎，待会有没有空？要不要去吃晚餐啊？不行啊，我得把我妈做的那些首饰送去店里，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
行了，我不行了。这么快就不行了？我还以为可以多打半个小时呢。我投降，我忍住了，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太差了吧！我每天这么忙，没有时间练习。你以前是篮球队的，我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？说真的，不管是球场上，还是情场上，我都输给你。你不要这么抬举我好不好啊？你怎么说也是个飞机师哎，是很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对象哎。对了，你跟那个空姐燕是不是认真啊？她是我的人，不要跟我抢。我像是这种人吗？哎，我有女朋友的好不好？你对她是认真的吗？我对她是不是认真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对我认真就好了。时间不早，走了。To the pub。别顾着帕托啊，多点练球啊。谁拿我的衣服啊？喂，谁拿我的衣服啊？不要玩了，还我衣服啊！是吧？还我啊！你说啊？什么时候啊？明天啊？哎，好啊好啊，就这么说定啊。